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性格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和今天相比，1年前的自己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也许曾经很忙，混迹于不同的圈子，但随着时间推移，也许开始更喜欢独处，而不是和朋友出去玩，可能认为自己是内向的人，但也可能是个害怕抛头露面的外向的人。影片开始之前，我们想说，全球的心理健康状况正在大幅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创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内容的原因。谢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旅程。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你不是内向的人，而实际上是个受伤的外向的人的6个迹象。1、渴望社交，但又害怕受到伤害。如果是内向的人，在完成某件事或任务后，需要独处时间来充电。假如今天是周五，你刚刚经历了最疯狂的一周，一切都结束了，你是想 A 和朋友出去玩一晚呢，还是想 B 自己打电动或看网剧，过个舒适的夜晚呢？如果你选 A， 但已经有很多晚上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并且讨厌这么过，你可能是个受伤的外向者。如果会打电话给老朋友，约着出去玩，而不是去某个地方认识新朋友，那这就是受伤的外向者的加分项了。如果选 B， 那么很可能是个内向的人。2、总是一个人，但会因此感到精疲力竭，花很多时间独自一人或待在家里，但还是渴望出去做点什么。当内向的人和一群人外出时，他们会动用自己的能量储备，他们需要自我照顾的时间来充电。然而，外向的人可能会和朋友一起吃午饭，但当他们回到家再邀请另一个朋友去购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无聊。如果回想起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但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现在的行为变得不同了，这可能意味着你是受伤的外向者。3、因不同的原因孤立了。内向的人可能更喜欢独处，因为他们喜欢独处的时光。此外，一个受伤的外向者也可能更喜欢独处，不是因为他们享受独处的时间，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护自己，避免受伤。这可能是由于过去的创伤和创伤导致了对他人缺乏信任。4、曾经享受并期待团队工作和协作。当谈到学校或工作的时候，内向的人是典型的低头不语的人，他们不想和别人一起工作，他们只会快速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外向的人可能会经常在饮水机旁闲逛，如果回想过去，还能记得在工作或学校社交较多的时候，可能还能记起工作或学校社交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或某些场面的时候。如果这一点让你想起了一段往事，可能表明你真的是个受伤的外向者。5、以前很健谈，有什么问题吗？说出来啊，需要建议吗？说出来啊，有一个超级长的待办事项清单。说出来啊，外向的人不仅喜欢和别人在一起，他们也喜欢和人交谈，尤其是在有不同意见或问题的时候。这不仅适用于有争执的情况，一个外向的人即使不是一直都很健谈，通常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很健谈的。他们可能会对谈话中的冷场感到不爽，如果这听起来像你，这可能表明你不是一个内向的人。6、小时候是个外向的人。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看到了什么？有没有想起和别人一起在外面玩耍、打电子游戏，还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呢？如果你是那种总是想要融入群体的人，或者总是邀请所有人过来的人，这可能说明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想要一个人待着。如果你对这一点很熟悉，请联系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帮助你探究你可能经历过的任何过去的事件或创伤。以上几点听起来像你吗？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如果在这个视频中受到了一些启发，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